Hello， 大家好，我是平。今天要来跟你们分享的内容是成人初学单簧管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我会想要谈这个主题呢？是因为在我这几年的教学经验里面，发现小孩子的学习方式其实跟成人的学习方式还有理解能力其实蛮不一样的。那么我遇过几个成人初学者，他们内心最大的恐惧其实就是怕说会不会跟小孩比起来，他们学得很慢。那么真的是这个样子吗？首先我们先来看，其实成人初学者学音乐跟小孩子比起来是有很多优势的。第一个最明显的优势，我们先来看，就是呢，成人初学者你可以更快速的理解音乐理论。然后因为成人的逻辑能力比较好，很多时候我发现一个概念，其实我只要讲个1遍或2遍，成人学生基本上他们马上就可以理解。但是这方面小孩子呢，可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然后很多成人的初学者，他们也可以很快速的就可以理解乐句的概念啊，还有甚至听出不同音色的差异。那这个真的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再来第二个很大的优势就是成人初学者他们自我修正的速度其实比较快，因为大多数的成人学生在你们的人生当中，你已经听过各式各样的音乐，所以你对一首曲子音有没有吹对，节奏有没有吹正确，其实你更能够去听得清楚，然后去修正它。这个能够自己听出问题并且去修正的能力，在学音乐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再来第三个优势就是自我学习的动力，因为对于成人学生来说呢，在你决定要学一个乐器之前啊，你其实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不论是兴趣培养啊，学好一首曲子，或是你单纯的喜欢音乐或是喜欢这个乐器。当你清楚的知道你要什么，你就更能够去督促你自己，包含练习时间的规划啊，什么时候要练什么东西，这些你都可以让学一个新乐器更有效率。那么现在我们来讲成人初学单簧管可能比较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容易过度评价自己，然后造成你紧张、肌肉紧绷，然后导致你的演奏姿势可能会有问题。常见的像是肩膀紧绷啊，或是你手指动得很僵硬，没有办法放松，这些都是常见的问题。那么我们刚刚前面有说，因为成人学生你们更容易听出自己吹得好不好，有没有吹对，然后就可能会陷入一种自我批评啊，然后也会担心别人的评价。再来第二个常见的问题就是，有些成人学生一开始就会想要吹奏比自己目前程度还要高的曲子。因为在你们开始学乐器之前，心目中可能就有一些曲子是你们非常想要演奏的，但是在你的基本功建立起来之前呢，如果硬想要去练习一些比较需要技术的曲子，你会发现因为技巧上的限制，然后最后可能会觉得很挫折，练不好，然后最后想要放弃。好，那么我刚刚说的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呢？第一个先来讲姿势紧绷的问题。首先呢，你要先从调整你的心态开始。你要知道，学习乐器的重点真的不是说每一首曲子要吹到完美，一颗音都不许吹错这个样子。就是你要知道，重点在于你有没有持续的在进步，有没有每一周都练习新的东西，去观察你的音色有没有变好，运气方式有没有比之前顺畅，你读谱的速度有没有比之前更快，有没有学会更多的新指法。甚至你可以每一周都录一次自己的演奏，然后等过一阵子后再回来听听看。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其实你比自己刚开始的时候还要进步了非常多。那么这些东西才是你需要去关注的。然后当你练不好的时候，真的不要去过度的苛责自己，因为有些人就会开始怀疑自己，觉得说我是不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啊，学得比较慢。其实老实说，大多时候只是因为你的练习方法错了。有些学生会卡在一个地方反复练了10几次，但是呢，在你练习的10遍里面，可能有8遍其实都没有吹对，那么这就不是一个有效的练习方式。那在我上课的时候呢，我不会只是教你要怎么演奏，我还会教你要怎么有效的去练习，让你不要浪费大把的时间在没有效的练习上面。那么有兴趣的学生们可以在资讯栏下面找到我的联络方式，询问线上课程。再来第二个是绝对不要忽视建立基本功的重要性。即使你可能知道每一个音的指法要怎么按，但是你的用气方式错了，或是你的嘴型还不稳定，你就想要去吹一些有技术的曲子，那么你就会发现可能怎么样都练不好。所以每一天呢，我会建议至少花个10到15分钟，就专注在练习基本功上面。
尤其对于我们管乐器来说，长音练习是特别的重要。它可能非常的枯燥乏味，但是它是你建立好正确的用气方式，还有嘴型的关键。当你基本功建立起来后，你才会看到你在演奏方面有持续的进步。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最后呢，提醒想要询问线上课的朋友们，可以去下面描述栏找到资讯。最后离开前记得帮我按赞跟订阅，我们下次见喽，拜拜。